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从2010年到如今啊，12年过去 ，iPad 系列呢蓬勃发展。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 iPad 第10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数字系列啊发展到今天到底变成什么样的状态了。首先啊，要说明今天会开箱的产品呢，一共是5个，也就是完整的 iPad 10代的生态。你还可以猜测一下啊，这5个产品全都配齐之后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首先当然是我们的 iPad 10代本体啊，今年呢是大打颜色牌啊，这几个颜色都是相当的活泼鲜艳。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粉色版本，拿在手里第一印象啊还挺轻的。践行环保的理念，那整个外包装呢是没有任何的塑料贴膜，大家打开的时候啊是一次性的封贴。壁纸侧边都是粉色的样式，我们打开，十分厚实的盒子啊，阻尼也很好。拿出本体。纸片部分除了说明书之外啊，还有一个硕大的苹果保护贴，再到下方苹果的3包凭证，再到下方呢是我们的配件的部分。在充电器这边呢是标准的 C 口，小巧的20瓦的充电器。那数据线这边呢是和我们全新一代的 MacBook 以及桌面端的苹果电脑一样啊，采用到编织的线材，更加的耐用。接口方面呢，两侧 C 口，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呢，更耐用的线材也能够保证我们更长时间的节省成本。好，来看整机的第一印象啊，其实和我们之前所使用的 iPad Air 好像差别不大，总体感觉呢还是比较大，也比较的轻。当然，我们看到边框部分颜色啊相当的扎眼啊，我们来瞧一下背面。哦。这次的粉色版本，你可以感受到啊，我们在室内光线比较亮的情况下呢，它仍旧是一个比较高的饱和度。显然呢，是应对这些喜欢张扬风格、喜欢活力风格的学生群体。顶部指纹识别 Touch ID， 侧边音量按键，上方2个扬声器，下方2个扬声器的开孔以及 Type C 的接口。注意啊，这个接口啊，可是从2010年至今啊，终于换到了我们目前最为通用的 Type C 接口。另外一侧呢，还有键盘专用的出点。看到这里，我们肯定要对比一下目前正在售的 iPad Air， 来瞧一瞧它们的差别。首先来看背面，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颜色啊，大小方面呢可以说是完全一致，镜头凸起的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传感器以及苹果的 logo 啊，全都是一样的。那不同点在于下方啊，这边是 iPad 没有后缀，这边呢是 iPad Air。除此之外呢，还有键盘的触点这个位置也是有差别的。另外呢，这边的 iPad 比它稍微厚大概1毫米左右啊，所以其实差别不是很明显。接下来是很多同学所关心的正面屏幕了啊。首先呢，在纯黑的状态下，显然呢 iPad Air 这边的屏幕的黑化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而 iPad 这边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发灰啊，但是差别个人觉得不太明显。总体来说，这个效果还行。来看这个关键的部分啊，咱们来看一看全贴合屏幕和非全贴合屏幕它到底有什么差别。注意，我们在书写的状态下，你可以看到屏幕边缘的这个位置。全贴合屏幕呢，你会感觉你的字体是比较接近于你的屏幕范围的，在侧边这个位置呢会比较明显一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非全贴合屏幕。好，我们来看非全贴合屏幕啊，从侧边看的时候，它写字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哦，这个笔尖似乎距离屏幕里面写的痕迹啊，稍稍有一点距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区别。同样的角度呢，我们使用全贴合屏幕的画面再看一下。那至于是否全贴合啊，其实在侧面呢，你可能看得会更清楚。这边的 iPad Air 啊是全贴合屏幕，所以呢贴合感觉会更好一点。而这边的 iPad 呢，由于是非全贴合，所以呢稍稍的感觉会有点距离。当然还是要说明啊，这是在2台机器放在一起啊，详细对比的时候。如果我们单独去看 iPad 数字带本身，那其实差别并不是那么的明显。接下来是配件的部分了啊，我们特别选择了同样配色的 iPad 的保护夹，咱们一起来瞧一瞧。打开保护夹啊，外边呢是这种亲肤的材质，而里边呢是这种植绒的材质啊，摸起来手感是不错。那它本身呢是 iPad 10代专用啊，但是这里我们很好奇，把它和 iPad Air 搭配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呢？也很完美嘛。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撞色的风格的。镜头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严丝合缝的啊，所以说这个外观，我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好，再次强调啊，实际上呢 ，iPad Air 要稍微薄1毫米啊，但是放在薄壳里面，其实并没有太明显。接下来就是这款引起讨论度非常高的售价2000元的妙控键盘，而且这个妙控键盘啊，是专门针对 iPad 10代独家定制的。首先拿在手里就很沉啊，感觉确实很有质感。那上下方2个封条。这个保护壳真的是花了钱的这种啊。
拿到键盘，你会发现它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1000块，一大堆的纸片的部分。首先下方这边熟悉的触感，以及这边你可以看到是玻璃材质的触控板。在上方这里呢有一个单独的触点这个位置，而这次则是升级的重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由2个部分打开。这是一个可以无极调节角度的，那么最大的角度呢到这边接近45度，里面呢则是植绒的材质。这边的键盘的部分和这边的键盘夹的部分两边是分体的也就是说你这2000块钱确实是买了2个产品。在2台机器这边它们的边框对比如何？个人感觉是没什么差别。正面的颜值在点亮屏幕之后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在侧边对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很难发现这边的 iPad 时代会稍稍厚1毫米。我们安装上保护套，咱们感受一下。首先，合壁上的颜值这个颜色真的是相当的显眼很有青春活力的感觉，确实很适合学生群体来使用。然后呢，我们把它变成支架的状态，你可以感受一下侧边的角度。好，当然也可以换一个比较低的角度来打字。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款售价2000元的键盘和我们的 iPad 组合的方式。先问大家一下你正在使用的键盘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键盘和 iPad 组合的这边是触点的方式，在这一侧靠近它的触点的位置，它会有一个特别强的吸力，你可以看到吸到这里确实是很结实。它们之间呢只有中间这一行作为一个磁吸的节点这应该说是相当的结实。你看我已经非常用力的在这晃友情提醒这个建议不要轻易模仿。但是我是想为你说明一下它的这个磁吸的力度还真的是挺大的。哎呀，我就甩不下来了，我还捏。也就是你非要用特别大的力量，再加上巨大的惯性才能够分开。好，尽管呢连接之后很结实但是它是不能使用的，因为连接之后呢，它就只能平放在这里此时我们需要把键盘的另外一部分拿过来，对准孔位，磁吸过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侧面我们可以打开下方的这个键盘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对比。那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键盘呢是专门针对 iPad 第10代的，它是没有办法给 iPad Air 来使用的，因为呢 iPad Air 在侧边是没有这样的触点的所以它没有办法磁吸在键盘这个位置。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像使用其他的 iPad 一样来轻松的去使用它，并且呢是完整的支持所有的触屏操作以及下方的妙控键盘的操作。而当我们要拿起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住键盘，直接呢拿起它来。那此时呢，你就获得了一个非全包的半包的这样一个保护贴，一个呢是给 iPad 侧面来个贴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完整的弯曲的夹子。那么它能不能使用在 iPad Air 上面呢？我们来试一试。你猜能不能觉得可以打个1觉得不可以打一个2。这一台是 iPad Air， 答案是不能，它并没有背部的磁吸结构。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它有多重呢？大家可以猜一下重量。3、2、1，好，那它的全套重量呢是1066。实话说不算轻了配上键盘呢，已经接近一些轻薄的办公笔记本了。果然应了那句话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笔记本呢？下面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配件了，就是我们的 Apple Pencil 第1代。从一个小小的包装盒上也能看出苹果这些年的变化。看，这是当初的包装盒，还有塑料贴膜了我们撕掉贴膜，抽出笔芯儿，看到这里面有多个配件，包括笔尖，包括这一侧的转接环，我们的手写笔的本体这是一支完完全全的圆形的笔。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支笔安装到我们的需要将这支 Lightning 接口插入到 iPad 的 Type-C 接口当中。这显然是插不进去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转接套。那这边这个转接套呢，它的2侧都是 Lightning 接口了，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用这个转接套安装在这个位置。此时呢，这侧是 Lightning 接口，我们需要一根 Type-C 口转 Lightning 接口的数据线把它衔接在一起。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逻辑，也就是说，你需要用 iPhone 的 C2L 数据线去连接 Apple Pencil 和 iPad， 形成闭环了，属于是。学会的同学可以打1波6。当然不排除这是我们早前的包装那么现在的话呢，你还可以单独购买一根全新的 Type-C 接口转接器这是一个相当著名的配件。这次发布过程当中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关注，我们下面一起来瞧一瞧。设计的非常精细、环保的无塑料包装，纸片。
以及下方的转接器。轻拿轻放啊，售价67元，每位用户呢限购10只，摆放在这里，你会发现和原版的 Apple Pencil 1代所搭配的转接线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有了这个单独的转接器，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将你的 Type-C 的接口的数据线连接在这个位置 ，C 口插入进来，然后在另外这一侧呢是 L 线的接口，我们可以把它插入到 Apple Pencil 这个界面里面。现在呢就完美的连接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再将这根线连接到 iPad 上面。连接之后，这边会提示你蓝牙配对的请求。我们点击配对，现在呢，你就可以将这支笔拔下来，这里就来到了 Apple Pencil 的欢迎界面。我们可以和其他的 iPad Air、iPad Pro 一样，实施一些删除、选择、插入等一系列的操作，灵敏度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连好之后呢，将背部磁吸安装好笔帽。那么整支笔呢就可以顺畅的在无线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无论是记录还是书写啊，都十分的顺畅，包括压感啊，包括重力。当然啊，这个1代的笔啊，使用过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吐槽，就是它是一个纯圆形的，所以呢放在桌面上啊，难免它就滚走了。那这次呢 iPad 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增加了有线连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根线把它安装在我们的 Apple Pencil 上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线来进行，这是不行的。它连接的时候呢，只起到一个充电和连接的作用，在接线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再继续操作了，防丢充电线，但它不是一个防丢的书写线。拔下来之后，操作是很顺畅的。之前有同学提到说，这个 Apple Pencil 1代和2代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够混用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区别就是 Apple Pencil 2代它更短了，同时呢，侧边呢有一个小小的平面，可以防止来回滚动，另外还可以磁吸在边缘这个位置。另外我还发现这次 iPad 10代边缘呢，它有一定的磁力啊，所以呢也可以勉强的把2代吸附在这儿啊，但是不是很稳。除此之外呢，它们之间是并不通用的啊，在磁吸过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只有1代的笔才可以。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歪主意，如果把这个1代的笔插入到 iPad Air 上面，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我们将接口插入到转接头里，然后呢，再把 C 口线插在这个位置，在这一侧继续将 C 口的线呢插入到 iPad Air 4里面。它居然提示了 Apple Pencil， 看到了吗？这会应该来一大堆那个那个特效，难道我们发现了什么秘密？点开设置，来到蓝牙，然后你会发现 Apple Pencil。接下来我们拔下来，觉得能用的同学打个1，觉得用不了的打一个2。用不了，它检测的其实是这一根啊。好了，我们快速开箱完了 iPad 第10代以及它全系列的配件啊，一共是5件产品，并且呢对比了 iPad Air， 你会发现啊，在外观颜值方面呢，我自己觉得啊，几乎就没什么差别。当然，这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粉色版本，如果你买的是银色版本的话，那么把它摆在 iPad Air， 包括 iPad Pro 面前，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喜欢青春活力的，还是可以选择黄色、粉色和蓝色的版本。那对于我来说呢，这次几个重大的升级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外观方面啊，向全新的 iPad 来看齐。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就是 Type-C 的接口，它可以让你呢在学校当中去接驳更多的通用设备，比如说一些 C 口的 U 盘等等。而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品牌的手机，那也就不需要再去换充电器、充电线了，直接一根 C 口的线就全都通用了。至于呢非全贴合的屏幕，刚才我们展示下来啊，你仔细观看对比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差别。但是如果不去上面写字的话，其实看一看视频、玩一玩游戏也还好。最后就是配件方面，这次呢分体式的键盘。个人感觉呢还是颇有亮点的。苹果呢专门给 iPad 10代单独适配这么一套键盘，足以证明库克对于它的重视。那总体体验下来呢，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当做是 iPad Air 正代的一个平替。那整个开箱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 Apple Pencil 在使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奇怪之外，其他方面呢表现都还好。最后满分100分啊，对于这款 iPad 第10代，你打几分呢？别忘了，我们下一个视频呢，为你开箱实测 iPad Pro M2 芯片的版本，看一看它的提升有多大。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